我跟驸马可是在天神下发过誓言，结为夫妻。五毒兄弟心里可不是这样想的，你不信问问我二师兄。感情之事不能强求，为何不退一步，各自海阔天空呢？你们都给我闭嘴！这次要是让我抓到我驸马，他要再敢逃开我，我一定亲自断了他的手脚。你们到底说完了没有？我不管你是谁，有什么目的，我劝你最好现在就走，要不然跟他们下场一样。哼，刚才我二师兄一时疏忽才会中了你的计，你以为你还有机会得手吗？凭你的功夫，二师兄不用出手，我都可以拿下你。呵，好大的口气！驸马过来。呀！啊！亏你们是和尚，不仅深更半夜闯进女子闺房，还2个对我1个，传出去不怕被笑话以多欺少吗？是你先害我们，你才不要脸！施主，今日你不交出我的师兄弟们，我不会让你脱身的。你打赢我，我自然会把人还你。不过闺房里打着不痛快，有本事到外面去打。好，你先行。想逃？可恶！竟然对我出手！站住！七师弟，保护好大师兄。我怎么舍得杀你呢？只不过那个和尚不能再放在你这儿。大夫人的大和尚长得也不错呀，老爷为什么不怀疑他，偏偏来冤枉我？大夫人跟我是原配，她自然不会背叛我，只不过多了所有原配的狭隘和哀怨。二夫人自从我收了她那天起，就不相信她会全心全意地跟我，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她为什么要嫁给我。而你是我自己看上的，也是我自己爱上的。为了得到你，我付出了那么多力气，可你却一直若即若离。老大老二在场，我总不能处处表现自己。好了，快把那个你已经治好的六和尚交出来吧。老爷说什么？你还在跟我打趣？我早就知道你是专门把那个六和尚给治好的。老爷怎么知道？咱们杀马镇还没有哪股风从我耳边刮过，还听不见风声。我是治好了那个六师兄，不过他的死期也到了。老爷是想怎么让他死？为了报仇，我想让他死得痛苦一些，就像他们杀掉我的父母、我的亲人一样，凶狠残暴，死相丑陋。好，一切都听从老爷的。不过，直接杀掉未免可惜。老爷不是想知道那件事情的真相吗？杀掉老爷全家时，那个和尚一定也在。老爷不妨审问一下，也许会知道那件事情的真相呢。哎，你们是要带我去见你们的金龙老大吗？我正有事找他呢。哎，走走走。哎，这是干什么？我要见你们老大，我都答应你们入伙了。有本事就杀了我！大人，别跑！站住！你们再不投降，我就把五毒给杀了。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我就把你挫骨扬灰。你们再不投降，我不仅要动他，而且要让他先挫骨扬灰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你们一群孬种，不得好死，还真敢打你五毒爷爷！爷爷，我做鬼呀！驸马，是我，你别害怕。公主，你总是离开我，你这样很危险的。我本来就很危险。老巫婆，放开我驸马！你说谁是老巫婆？你就是老巫婆，难道你不是吗？记住，你会死在刚刚你说的那句话上。你穿着一身黑，脸上总弄得半白半黑，你不就是个老巫婆吗？哼！
你让和尚离开，我们决一胜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女人呢，女人对女人的决斗。好啊，不要上他当，他很狡猾的。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余地。你想让和尚离开，你就能解围了。可以，但是你先放开我的驸马。还是公主心疼我。我不和你们废话了。我说你们再不让开的话，你的驸马就成鬼了。住手！和尚，为了驸马，我们先退一步。我们上次就是被他们模仿的声音给骗了。如果他们再故伎重演，我们不得不防。你说的有道理。老巫婆，我要见到我驸马。如果见不到他本人，就算里面的人被你抽筋扒皮，我也不会管的。这个不是他吗？你用头套罩着他，我怎么知道这就是我的驸马呢？你看啊，公主。和尚，你还真是我的福星啊！看来我得继续抽你。我说施主，你高兴打我，不高兴也打我。你都说我是你的福星了，怎么还打呀？你还拿一根比之前还粗一点的打我。因为我一打你，老爷就陪着我，所以我要不停地打你。你就是打死我，他也不一定能回心转意呀。和尚，你敢咒我？我让你咒，我让你咒，我让你咒，对，我让你咒，听着，再不行我就，你就怎么？我就，你就，你现在还能干什么？你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吗？上次我跟你说到，我弟弟是怎么死的，我没有告诉你，是谁害了他，是不是？是。虽然我不能告诉你是谁害了他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他为什么要害他？为什么呀？你先告诉我，你答应给他做的超度，你做了吗？做了，我答应你的事儿肯定做了。做了几次？1次。不，要做3次。我还会再做的。不，要做10次。我要是能活着，我就做。和尚，你要给他做100次，你只要能给他做100次，我就答应你能活着。好，我给你做100次。你知道那个孩子是谁吗？你告诉我了。是谁？你的弟弟啊。不，他不是我弟弟，他是我的儿子，他是我的儿子。这些人手段阴狠，小心他们身上有毒，别靠近他们的身体。区几个虾兵蟹将还想困住我们，你还有什么招数？尽管使出来！一群没用的饭桶！施主，他们是你的手下，即使败了，也不至于要杀他们吧？他们的命是我给的，我就是他们的佛，欲杀欲夺，任我裁定。阿弥陀佛。别这样。你要是敢上当分毫，我一定把你碎尸万段！你要是再上前一步，我就让他死在你们面前。施主，不要一错再错，杀戮与仇恨，只会让你掉入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我早已经回不了头了。为了我最爱的夫君，我跳进了深渊泥潭。我早已经洗不清这满手的罪孽和血腥了。只要能让他开心，我任何事都可以做。我就算被弄死，我也要拉着你们跟我一起陪葬。大夫人，有件事儿我还没跟你说呢。其实吧，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。你让他们陪葬，我一点意见都没有。可你不能算是我呀。你的命就在我手里，我凭什么不能杀你？因为我的命对你们的主人来说非常重要。就你这样，对他能有什么好处？你对你的主人还不了解。如果不是我还有利用价值，我不是早该被他杀了吗？还留着我干嘛？你要是不信，带我去见他。我现在跟你是一路的，我已经投靠咱主人的麾下了，他现在也是我的主人。无毒兄弟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不投靠他，我还跟着你们和尚去送死啊！这是笑话。都给我让开，
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他。哎呀，我求你们别管我了，行不行啊？让我跟他走。我自从认识你们几个和尚以后，真是没有一天安宁日子，知道吗？我不仅到处被人追杀，我还被逼着娶了你这么一个臭婆娘。干嘛？我说的不对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说的就是你。现在我终于找到一个大名鼎鼎的竹筐爷收留我了，看到没？现在是我飞黄腾达、重返巅峰的时候，你们两个坏人就别挡着我了，赶紧给我滚，行不行啊？臭婆娘，别再过来啊！你犯什么浑？我是在救你啊！救什么救？我需要你救吗？人家又没怎么样我自愿跟他们一伙儿的，知道吗？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啊，我现在已经投靠了竹筐人了啊！别再缠着我了，要不然我可不保证我做出什么事情来。夫人，咱们走吧，这天怪冷的。走。哎，走，兄弟们，回家吃饭。公主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向你保证，一定会救出五毒兄弟和师兄弟们。到底驸马是不是背叛了我们？巫毒施主怎么会背叛我们呢？我也不相信。如果他想背叛我们，那他早就背叛我们了。驸马这么做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大师兄，你怎么样了？更没有脸再回少林寺了。女施主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别问了，快跟我走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。不行，我不能走。为什么？你不愿意和我一起离开？你说过，只要我一走出这个门，被人发现你非但没有害死我，还治好我身上的奇毒，让我重新张口说话，那些恶人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我虽然也很想离开这里，但是我不能连累你。你是因为担心我才不愿离开的。你误会了，我也不是全为了你，换作是别人，我也会这么做。虽然你不肯承认，但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有我，就像你之前一样，永远只爱我一个人。不过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。快告诉我，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竹筐人已经知道我治好了你的雅疾，并且他对我跟你的感情也产生了怀疑。倘若你此时不走，他要是发现，他绝不会放过你。我跟他素无瓜葛，他为什么这么恨我？因为我深爱着你，除了你，我心里装不下任何人。可我受竹筐人凌辱，已经是他的妻妾之一。他生性好嫉妒，他看上的人，绝不能容忍他爱上其他男人。书生当年就是因此被他残暴杀害。我绝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我们一起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到一个他永远找不到的地方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好不好？奇怪，我们找了一晚上了，怎么连那黑衣女子和五毒兄弟的一点踪迹都没有？一定是那个女人故意抹去了痕迹，想甩掉我们，没那么容易。前面有条岔路，我们分开行动。哎，公主，你一个人真的可以吗？这个村子十分古怪，暗藏杀机，连我的师兄弟们都在这里离奇失踪，我担心你应付不了啊。你以为我是皇宫里养尊处优娇滴滴的公主吗？我可是带领我们天狼部落驰骋在草原上的公主。这里只不过是聚集了部落的沙盗和土匪，用一些卑鄙的手段占村为王。说句实话，我还真看不上他们。他们来历不明，我们不得不防啊。行了，别啰嗦了，我们救人要紧。哎，公主，一旦有什么危险，就发暗号给我，我会及时来救你。行了，别啰嗦了。小心啊！
马，驸马，驸马，是你吗？带走。对不起，我不能跟你走。为什么？你是不是嫌弃我已经是他的小妾？你觉得我配不上你，还是你害怕了？害怕这辈子再被我连累？也是，这些年都过去了，你还是当初那个美好的你，而我，却已不再是完整的我。你自己走吧，为了你，我愿意留下来。只要我不走，老爷也不至于会雷霆大怒，就不会四处派人追杀你，这样你会更加安全。你又误会了，我不带你离开，是因为我知道这样做会害了你。你对于书生的回忆十分美好，你的痴情也让我很感动，但是我给不了你想要的。带我去见他，让我来面对这一切。他会杀了你，你不知道，老爷在杀马镇已经等了1个多月，为的就是等着你们和尚自投罗网。你不躲着他，还要自己送上门去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我不会让他有机会伤害我，因为我还有重要的任务去完成。我要把你从竹筐人的身边解救出来，我还要去救出我的师兄弟们。相信我，带我去见他。我不能这么做，你不知道竹筐人对你们和尚的恨有多深，那是印记在骨髓里的恨。他巴不得把你们抽筋扒皮。我要是带你去见他，就是把你推入火坑。你不带我去见他，我不勉强你。我可以自己去找他，就算翻遍整个庭院，我也要把他找出来。你真的要去送死啊？死并不可怕，只怕死的没有价值。好吧，我带你去见他。进去！哎呀天哪！哎！夫人呢？为何怒气冲冲？这又是何人惹着你了？还能有谁？还不是那帮该死的和尚！夫人，看你如此狼狈，你已经跟他们交过手了？没错，刚刚才跟那个最能打的二和尚交过手。看来他们真的已经上钩了。老爷，你果真料事如神，知道留着那个和尚，其他落网的和尚一定会追来。果不其然，逃跑的二和尚和小和尚又都出现了。只可惜又让他们给跑了，还有那个大和尚也被他们抓走了，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夫人呐，放宽心，现在整个杀马镇都已经布下了我的天罗地网，他们呀，早已是插翅难逃。我们故意放出烟雾弹，就是想让那些和尚都知道万寿山在我们杀马镇。果不其然，他们都信了。这些日子以来，他们一直都在打听万寿山到底在哪儿。只要他们一日不离开这里，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折磨他们，玩弄他们。老爷，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。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杀了这些和尚？夫人呐，你的心情为夫理解。猫抓老鼠的游戏是玩得太久了，该到时候收网抓鱼了。老爷，你果真有信心把这些和尚都杀了？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？自然是没有。你要上哪儿去？我看老爷和夫人在这浓情蜜意的，我在这多不合适啊，是不是？耽误你们春宵一刻了。好一张能说会道的小嘴儿，只可惜留给我们没有任何用。要不我先把你了结了？别，竹筐老爷，你快劝劝他。想要巴结老爷，也不掂掂自己几斤几两。别，我可以对付和尚的。慢，夫人，我还有些话要跟五毒兄弟好好聊聊。来人，赐座。老爷，他只不过是一个任人宰割的俘虏而已，凭什么跟你平起平坐呀？夫人呐，要不说你们女人头发长见识短，我什么时候说五毒兄弟是俘虏了？他是自己人，自然有资格和我一起平起平坐。这不早跟你说了，我已经投靠竹筐老爷了。咱们都是自己人，你还打我，你差点把好人打了。好了，五毒兄弟，请坐。这夫人，坐。五毒兄弟，蛮荒之地，你就将就将就。你看，连我这白虎堂都比不上土匪的山寨。挺好的，我觉得咱们这儿挺好。咱不是杀盗吗？是不是？杀盗就应该有杀盗的样子，不住山寨，
咱还住皇宫啊？皇宫？哼，不稀罕。你不是要灭了清朝，恢复明朝吗？不稀罕皇宫？这皇宫能换回我死去的亲人吗？换不回你死去的亲人，可能换回你的娘子和儿子呀。娘子我现在已经有了，儿子我想有也会有。现在我想杀谁就杀谁，想爱谁就爱谁，跟皇帝有什么区别？那您放着这么舒服的日子不过，你干嘛跟和尚较劲啊？干嘛非要杀和尚啊？我杀和尚，自然有我杀和尚的理由。等你以后成了我的心腹，我自然会告诉你的。二师弟啊，大师兄，七师弟，二师兄，还好我们及时找到你，要不然还不知道这些盗匪会用什么下作的手段来偷袭你。那个女人你们追到了吗？我和公主追出来之后就跟丢了。大师兄，你和六师弟、八师弟发生什么事了？抓走你的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些人为什么要对付我们？我只知道那是一群沙盗，他们的头目是一个不明来历的竹筐人，他们就是专门冲我们来的。竹筐人的目的我不清楚，但通过黑衣女子的描述，他们似乎对我们有很深的恨意，一定要置我们于死地才行。我们何时与这竹筐人结下仇怨？他是不是对我们有什么误会？我不知道，此人处处与我们作对，我们却连他长什么样都没见过，如此神秘莫测，看来不好对付啊。难道说六师兄和八师弟也在他手里？我醒来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们，我猜一定是被这竹筐人抓走了。不好，我们要尽快找到他们。走。兄弟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在这儿挨打受累，有人在外面为你牵挂？哎，谁会为我哭泣伤心呢？公主，你们把公主也抓来了？和尚们呢，已经被我的手下围困了，插翅难逃。公主嘛，我自然是抓回来了。所以啊，公主、和尚现在都在我的手里。你呢，千万不要耍小聪明，否则你们的下场非常惨。我不信，除非我亲眼看见他。公主，你们把他怎么了？不要伤害他！你们不要伤害他呀！兄弟，暂时他不会有生命危险，不过他能不能继续活下去，完全取决于你。竹筐老爷，我五毒这辈子没干过什么正事儿，我胆小如鼠，我只会浑水摸鱼。你说我，你留着我也没有什么价值啊！我让你做的事并不难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。你要我干什么呀？我要你杀和尚。这世上还有比杀人更简单的事吗？你别开玩笑啊！我哪有本事杀和尚啊？你手底下随便一个人，那都比我五毒强，还需要我出手吗？对，咱们大名鼎鼎的大夫人，她去杀和尚，那成功几率比我有保障啊！五毒兄弟，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这个人从不强迫人，但我要提醒你的是，现在和尚和公主都在我的手上，你只能选择一个让他们活下去。要是杀了和尚，我保证公主活命；相反，要是舍不得杀和尚，那就只能让公主在佛祖面前替你忏悔了。好了，别再犹豫了，我最后再给你3个数，告诉我最后的答案。3、2、1，别数了。你只要不伤害公主，其他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阿弥陀佛，我们出家人不吃这些，你还是给我们换些斋饭来吧。有的吃就吃，老李可不是想吃就能吃上那么丰盛的饭菜。那你为什么要给我们送这么好的饭菜？这是老李的规矩，行刑前的人要让他们吃饱喝好才能上路。这是你们最后一顿晚餐，好好吃吧。你回来，把话说清楚。你还没有问话，你凭什么处决我们？师父，看来他们不打算提审我们，就要杀了我们。能动用官府力量的，一定是京城里那个想害我们的人。太子，好消息啊！是不是找到和尚们了？官兵把方丈给抓到了。
而且关在牢里边了。你上次说方丈在干天虎手里，现在怎么又跑到官兵手里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反正他已经给抓住了，正关着呢。现在皇上身边啊，有白晋，还有高士奇。如果我们能够说服方丈，让他归顺于我，你看怎么样？算了吧，外公，上次都试过了，没有结果呀。可现在形势不一样了呀。如果他能够知道你不久就要登基的话，那我想他会改变的。外公，这方丈是老顽童啊，你有什么本事拉拢他？我想，我去亲自说服方丈，只要他能够归顺，那我们一切问题就全都解决了。好，那就有劳外公了。如果他要是不识趣儿的话，那就把方丈给杀了，免得再添麻烦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皇上，起来，跟我们走。你们要带我师父去哪儿？有人要见他。什么人？我们只管带人，其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好了，不要难为他们了。二位，带路吧。师父，您不能去。该来的想躲也躲不掉。看来他们现在还不想要我的性命，否则也不会派人亲自来见我。左大人别来无恙。哎呀呀，方丈大人也是别来无恙啊。大师，今天我们在此相会，有没有感到吃惊啊？老衲为什么会感到吃惊呢？其实上一次我们分别，我就想到早晚我们还会见面，没想到这么快我们真的又见面了。大师果然是大智大慧之人呐。请。大人请。早就知道我们还会见面的。是啊，你看，每次见面都是大人风尘仆仆的赶来，老衲实在有愧。下一次老衲一定亲自到府上登门拜访，还请大人在京城见到老衲的时候不要太吃惊。大师如果想执意进京的话，那么我们今天这次见面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次了。您就不怕我对你下手啊？难道说大人此来是为老衲送行的？不，你看，今天请大师来是一块儿吃火锅的，咱们围着火锅围而食之。我还从京城带来许多新鲜的果蔬和肉类，咱们各取所需。大人呐，心里没有家国天下，只有一个太子殿下。至于说吃着火锅，你看看，你要食荤，我只能吃素，如何一锅而食啊？我只怕与大人话不投机，争得面红耳赤，坏了这一锅美味啊！老衲还是告辞吧。哎，不，请，大师请坐，请坐。大师您看，我都想好了，我带来的可是一口鸳鸯火锅，一板之隔。我吃我的荤，您吃您的素，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大人真是用心良苦。不过听说这个火锅是京城天福楼的最为著名，所以我想还是留着机会，以后带着徒弟到京城去品尝吧。大师啊，如果你永远也到不了京城，岂不这人间美味你永远也尝不到了吗？哎，大人此话差矣。去往京城的路就在脚下，京城就在前方，如何不能到达呀？京城就在前方，可是路途遥远，一路上是艰难险阻。如果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那又何必呢？玄奘大师未取真经，
闯过998难，独跨108000里，终于到达西天，取回真经，为民造福。如今路就在脚下，哪怕路途再多的艰难险阻，只要意志坚定，不怕妖魔鬼怪兴风作浪，我们也一定会到达京城。方丈师兄一直对我们不薄，给我们讲佛经，教我们练少林功夫，还几次救过我们的命。你们两个不知恩图报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害他们？我没有害他们，他们是被官兵抓走的，不关我们事。不是你们告发，怎么会在那里？你们刚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，官兵就埋伏好了。我们没有背叛方丈，官兵会出现，说不定是之前就一直在跟踪我们。再说了，明明是他们要见万大人，逼着我们带他们过来的。你们带我们来这里，说可以见到万大人，可是这里除了荒草，连个活的都没有。快说，万大人到底在哪里？万大人离开前给我们留了话，说会在荒原子里见我们。撒谎！你们根本就没有见到万大人。我们不要在这里耽误时间了，赶快去救方丈和九师兄。不行，你们不能离开！别管他们，他们这是在故意拖时间，想害死方丈。你们敢踏出门口一步，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把他们绑起来！好。大师，佛经上有这么一个典故，说佛在涅槃的时候，曾经流过一滴眼泪。方丈可知这滴眼泪是为何而流？大人居然知道这个典故，可见大人对佛经颇有研究。不敢不敢，佛祖在涅槃之时，魔王对佛祖说：“正义永存，但邪恶永远不会消失。”佛祖为此流下眼泪。佛让人远离贪欲，魔却让人顺应欲望。佛光是普照之光，它既能够照耀善良的人，也照耀着邪恶之人。世上的贪欲不可能彻底消失，邪恶之心也不可能永远不存在。然而佛祖有佛典传世，佛宝流世，就可以继续传教传法，教化众生。因此邪不压正这个道理是永远都不会被破坏的。我有时候真想成为你们出家之人，清心寡欲，远离世俗，每日诵研经文，修身养性，该多好啊！只可惜我是身不由己啊。人的一生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来解脱生死轮回，反而你觉得身不由己，其实就是你还没有修行的毅力和决心。这点不敢苟同，我不是没有，而是不敢有。大师，你不明白啊！宫廷之中，宦海沉浮、争权夺利是由来已久啊。我呢，从生下来就陷入其中，而且是身不由己呀。宫廷之中，赫舍里氏和叶赫那拉氏为权争斗，争的是你死我活，而我呢，又是赫舍里氏的第一长辈。我要是不站出来和明珠斗，那行吗？如果让明珠争得了头，她要赢了，那我这个赫舍里氏将是身败名裂，株连九族，血流成河。大师，在朝廷上，皇上他要用我去除掉明珠，而另一面，他又去宠幸明珠来制约我。我把明珠打败之后，我才深深体会到，世上没有仁慈，只有险恶。大人，你们这样争来斗去，不就是为了一个权字吗？为什么不能放弃呢？我何尝不想啊，只是我上了贼船，下不来了。
放开我们！你们要跟我们一块儿去见万大人，否则万大人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万大人在哪里都不知道，怎么见？我们就在这里等着，万大人一定会回来找我们的。你们别做梦了！自从上次刺杀狗皇帝任务失败后，万大人就已经抛弃了我们，我们对他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，他是不会来接我们回去的。现在方丈师傅是我们唯一的依靠，我们必须救他出来。其实他们说的也有道理，万大人现在不知去向，要不我们先放了他们吧？不行，放了他们，如果找到万大人，后果你是知道的。他不会杀了我们，但会把我们吊起来毒打1天1夜，再放出饿了好几天的雄鹰，让他们撕扯我们的皮肉，那种感觉比死更难受。我们再也不想经受这样的折磨。在万大人眼里，我们就是没有情感的杀人机器，他从来也不把我们当人看，只要有点差池，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折磨我们。可是方丈不一样，无论我们做错什么，他会一次又一次原谅我们，教导我们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我宁愿一直跟着方丈。你可别忘了，是万大人重新塑造了我们，给了我们新生，从死亡的边缘把我们拉了回来，日复一日训练我们，让我们从任人欺负的5个可怜虫，成为威风凛凛的武煞。以前对我们有过伤害的人，后来见了我们，哪一个不是吓得腿发软，哪一个不是一个劲儿给我们磕头？我们能抬起头做人，全是万大人的恩赐。我们也不想背叛万大人，可是我们才更应该救出方丈。你们想想，万大人当初会让我们接近方丈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学习少林功夫，从中寻找打败和尚的方法。要是方丈死了，谁还教我们功夫？我们还怎么完成万大人交给我们的任务？其实我们可以先联手救出方丈，等救出方丈，再一同去找万大人也不迟啊。喂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再犹豫就真的来不及了。好，我可以放了你们，但等救出方丈以后，你们必须跟我们一起去见万大人。大师，我想了，我们何必如此争斗下去呢？这样只会两败俱伤啊。那大人就不再对我们进行追杀了。只要你愿意跟我们合作，我保证我送你进京，而且我亲自带你面见皇上。你要怎么合作？只要你能助太子一臂之力，让他登上皇位，太子答应让少林寺成为天下第1大寺。少林寺，佛门净地，少林弟子永远都不会插手朝廷的党派争斗。你想想，如果你不助太子登基，他们兄弟之间争斗起来，那就要天下大乱了。你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吗？太子能不能最后登上皇位，现在还很难讲。得民心者得天下。是啊，而太子就是深得民心之人呐。他怎么得民心了？哎，你不知道，太子他素来厌恶奢华，凡是他的衣膝语教都十分简朴，而且待人谦和，十分自律。皇上教他执掌朝政的时候，他将事情处理得十分妥帖，群臣拥戴，百姓爱戴呀。啊！什么人？我和红煞在门口放哨，你们3个进去救人。等等，你们不会又耍什么坏心眼吧？方丈被抓就是你们害的，我怎么能相信你们不会再一次背后放箭？不相信我们，我们现在马上就离开。说到底，他们的死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哼，我就猜到你们不是真心想要帮忙。别吵了，他们要是不愿意救人，就不会跟我们过来。走，我们先进去。师傅怎么还没回来？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真不应该让师傅一个人出去。外面什么人？师兄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你们？师傅要是出什么事，我饶不了你们。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师傅呢？怎么没跟你关在一起？万寿卿指使你们几个串通官兵埋伏陷害我们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误会了，我们没有见到万大人，也不想害你们，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冒险来救你们呢？现在不是跟我们算账的时候，方丈到底怎么了？师傅被他们带走了。带去哪儿了？就是番边这个地方，我也一定要救出师傅。你别说了，我们先出去再说。我们已经出不去了，秦兵已经包围了过来。
索大人刚才关于太子的那番言论，我想还只是你的一家之言，还需要时间来验证。好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老衲应该走了。哎，我大师，牢房阴湿，我看您还是住这儿吧。多谢索大人的一番美意，老衲出身佛家，习惯了粗茶淡饭。您这儿的山珍海味、高床暖枕，我反而不习惯，还是把我送回牢房吧。大师，我看你还是挂念着牢里面关着的那位徒弟吧。我已经把他带来了，就在外面。来人，带进来。走。知青，师傅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你们这些恶人，不许伤害我师傅！知青，师傅没事儿，我只是在这里随便和索大人聊聊天，并没有受刑，请你放了我的徒弟吧。啊，松绑。是。少林，少林，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。少林，少林，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。精湛的武艺，举世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，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少林寺美名辉